嗨，大家好。6月19日，中国国防部在23点40分突然宣布，中国在当天晚上刚刚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实验达到预期目的，这一实验是预防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而巧合的是，就在前一天，6月18日凌晨1点23分，美国战略司令部在其官方推特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一艘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在加利福尼亚南岸附近海域一次性试射了4枚3x2D5潜射战略弹道导弹，而且还称这是该型武器第188次发射，并附上了图片。在相隔仅一天，中美两个核大国相继释放战略和反战略武器。如果你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我想所有人都是不会相信的。不过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将这两次发射解读为美国之所以发射4枚3x几，是为了挫一挫003一天之前刚刚下水的锐气。而在美国发射后，中国立刻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实验，是为了对美方的一次反制。这种解读应该是按照时间线排序的膝盖式反应，不过个人认为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中国到目前为止12年的时间里，只公布了6次陆基中段反导实验，平均2年才一次，可见研发改进时间和试验的难度都很大，想必每次试射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才会开启，所以不太可能是临时起意，为了应对某国前一天的行为而仓促进行这种技术难度如此之高的实验。因此6月19日这次应该是之前就规划好的。而美国的4枚3x5D5洲际导弹是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发射的，这可不是什么试射，而是实实在在部署好的成熟武器。相较而言，这反倒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准备，随时都可以发射。所以个人推估，这次中国试射中段反导武器并不是反制美国的3x几，而恰恰相反，是美方事先知道了中国有这次试射，特意提前一天发射了4枚3x几，以挫锐气。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又是如何得知中国要在6月19日进行陆基中段反导实验呢？这里面有2个可能，一个是内部外泄，另一个则是通过开源情报信息推估而来。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开源情报呢？这是在6月19日凌晨2点40分，一位推特网友发布的推文，用的还是法语。他通过 NoTime 上中国在飞行情报区公布的禁航信息，推估出中国一次新的弹道导弹拦截实验将在6月19日世界标准时间13点30分左右进行，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21点30分。而在2个小时后的23点40分，中国官方果然就公布了拦截成功的消息。按照去年2月那次，也是在试射成功2个小时后，官方就公布了信息。如此看来，这名网友的推估还是非常准确的。既然他能从 NoTime 上获得这个禁航信息，美国人自然也能做到了。不过问题在于时间，这名网友公布的时间是在19日凌晨2点多，而美国人早在18日凌晨1点23分就公布了4枚3x几发射成功的消息。于是我来到 NoTime 上特意查询一下6月17日是否有禁航信息公布，还别说，真的有。如图注意中间的 ZLHW 表示为兰州 FIR， 也就是兰州飞行情报区， ZWUQ 表示乌鲁木齐 FIR， ZPKM 表示昆明 FIR， 这3个区域刚好就是此次试射靶弹和拦截弹飞行的区域。下面的这部分则是这片区域的坐标，而进飞的时间刚好就是19日的 UTC 时间13点40分至16点30分的2个时间段。如这幅图所示，可以清晰看到标注区域的位置。注意，靶弹起飞初期的这一部分也标注了一段禁飞区，不过这可不是拦截的区域，而是靶弹的1级火箭坠落的位置。如此可见，根据 NoTime 上的信息，是可以在6月17日就判断出中国将在19日晚间进行导弹拦截实验的。继而美国在18日凌晨提前来个先发制人，以挫锐气，也就说得通了。当然，美国人收集中国的情报自然还有其他手段，不过希望不会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种，也就是内部外泄。如果真是这样，国家有关部门可是要警惕了。中国进行陆基反导实验，官方认证的是6次，分别是2010、2013、2014、2018、2021和2022年，而且百发百中，全部成功。事实上，中国最早对于中段反导的实验是发生在2007年，当时拦截的并不是靶弹，而是一枚运行在863公里的高度、重达750公斤、中国已报废的风云1号 C 气象卫星。当时由火箭携带动能弹头，反方向以每秒8公里，超过第一宇宙速度撞向风云1号，并成功将其击毁。这个动能弹头被认为是中国陆基中段反导武器红旗19的雏形。周公2月的红旗19被西方称为 SC19， 即双城19，名字来自于地名双城子，也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别称。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所公布的全部陆基中段的拦截试验，拦截弹都是从新疆库尔勒发射的，酒泉倒是发射过靶弹，所以西方将拦截弹命名为双城19，倒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我看到抖音上疯传了很多，据称是网友这次拍摄的拦截弹视频，比如这个美轮美奂的场景和这个助推器坠落时呈螺旋状飘落的视频。其实这几个很火的视频都是去年2月中国进行第5次中段反导实验时由新疆等地的网友所拍摄的，而这次的确也有网友拍到了，比如这几张图片，不过都不是特别的清晰。也许很多人的注意力都还被前2天003的下水而吸引过去，根本没有注意到17日当天所公布的几个飞行情报区的禁航区域了。红旗19区别于美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发射车的，可以陆基移动发射，这就有别于同样属于中段反导的美国 GBI 和俄罗斯的 A135 了，它们都是景机无法移动，这就大大限制了反导系统的作用范围。像美国的 GBI 被部署在阿拉斯加，只能防御从北冰洋过来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从南太平洋某处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它就无能为力了。美国的可移动中段反导系统是标准3，不过它被部署在美国的神盾舰上，陆基可移动的萨德射高和范围都有限，只能做弹头载入的末段反导拦截，与拦截高度更低的爱国者3配合使用，这与俄罗斯的 S-400 一样，同属末段。因此美国计划将萨德系统升级为萨德 1R， 即增长型萨德，以填补陆基可移动中段反导的空白。不过到目前为止，研制进展和试射情况都没有任何消息。如此看来，美俄在末段反导上造诣颇深，不过在陆基可移动中段反导上，中国显然走在了前面。中段反导相对于末段，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位于中段的弹头与火箭助推器分离，在太空中按照惯性做抛物线飞行，用雷达跟踪一小段距离就可以获得它的位置和速度，很快就能计算出随后的全部弹道轨迹。而后再规划拦截弹头弹道，本质上就是将2条抛物线在太空中相会。拦截弹虽然不会装填弹药，但会有制导系统进行相撞前的最后误差修正。如果拦截不成，也会给末段反导系统提供参数数据和争取时间。相较而言，单依靠末段反导，代价就要大得多了。现在很多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都采用了 MRV 分导式多弹头技术，一次可攻击10个目标，再加上其他的诱饵弹，使得末段反导的不对称性显而易见。不仅需要更多的拦截弹，而且成功率能达到 50% 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即便拦截成功，核弹所产生的核污染也会留在目标国的上空。正像刚才所述，末段拦截代价极大。当然，相比中段和末段，反导最理想的自然就是初段拦截，也就是火箭的上升段。此时火箭刚刚起飞，多光谱和雷达目标特征非常明显，而且速度也不高，非常容易被卫星发现并摧毁。不过问题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地点通常都会位于领土纵深，除非你有能力将反导武器部署在旁边，否则无论是陆基还是海基，你想在初段完成拦截都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曾经尝试天基激光和机载激光的初段拦截方式，即把激光武器部署在近地轨道的卫星上，自上而下照射上升段的火箭。不过由于是在近地轨道，还要考虑到大洋中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所以要达到全球覆盖，卫星的部署数量少说也要几万颗。而且在上升段初期也很难判断出导弹的方向和目标，随随便便把人家的火箭打下来也会造成严重外交事件，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被放弃。所以相较初段和末段而言，中段反导无疑是反导武器最理想的拦截阶段。红旗19的6次试射成功，也标志着陆基机动中段反导武器的日趋成熟。中国逐渐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接下来就是将之舰载化，就像东风21上舰变为鹰击21，未来可以部署在05等大型驱护舰之上，这样我国的反导能力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